好，大家好，我是道子。我们今天呢要来做一集哦，就是我们在过年之前呢，在 IG 上面有放出提问，然后问大家就是有没有什么类型的主题是很想要我们再做一支影片的。但其实不用做那个 IG 的询问啊，其实从每一集节目下面的留言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非常多的观众在敲碗说，可不可以做一集关于出国旅行该带什么相机镜头的分享。哦，当然还有啦，就是 maybe 2023购买相机的指南。那如果大家真的对这个部分很有兴趣的话，后面我们可以再做一集哦。总之啦，那我们就来做一支，跟大家分享一下出国的时候啊，器材在携带上啊，我有什么样的建议。好，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我要去该带什么镜头啊？其实我有想过，就是干脆每个国家我们都就是填空做一集，然后这样子一整年的影片就做完。首先我要先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会在什么样的时候拿起你的相机拍照？第二个问题是你想用什么样子的配备来携带你的相机？如果今天你在拍照的情境啊，我们讲出国嘛，那假设我们去日本，你如果是希望能够全程做一个随身记录，比如说你可能要有写一些网志 ，IG 上面的分享，你想要从你出境在海关排队登机到上机，你 check in， 或者是你今天进入店家干杯，或者是拍摄一些桌上的这些小东西，你随时随地会想要拿出相机来拍照的话，那我认为呢，以携带上的便利度来说，我觉得你把相机或者是你拍照器材是以口袋的形式，或者是放在随身小包的形式，会是比较妥当的。那因为如果今天你把相机放在背包里面的话，你很难随时随地都把相机拿出来做拍摄。那另外呢，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移动过程中，如果你把相机直接露在外面，在日本可能还好，但在欧洲有些地方可能还是比较危险一点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携带呢，都以你会把相机藏起来的情境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OK， 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建议会是，也许你有一台随身携带的小相机呢，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解法。比如说，我们今天举个例子，比如说像 GR3，可能就是一个很适合让你随身可以带着走拍摄的相机。扣掉这个情况下呢，其实有一些，比如说我今天手上拿的这个 Sony 的 ZV-10，那它现在搭配的是一个 Family 的，有一个很小的饼干镜，是副厂的一个小小的饼干镜。那像这样组合，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小，其实它也是可以很轻松让你收纳在口袋里面的。那无论你要拍照或者你要录影，其实像这样的组合啊，都很适合让你用来随时记录身边发生的一些大小事。其实如果你有一个等效大概35mm 左右镜头，会是非常方便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还蛮推荐你可以考虑 GR3、GR3X， 或者是像这种小相机搭配各家的，比如说富士的 X-E4， 或者是像那个 ZV-10， 像这类相机搭配一个等效可能30左右的镜头，也许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来呢，如果今天呢你想花更多的时间在拍摄，你希望带到比如说 APS 的相机、全面幅的相机，你想要带到可能2镜到3镜，你想要 cover 各种可能的焦段跟拍摄的题材的话，那你可能就会需要一个摄影背包。那我们在携带的时候呢，最好就是拥有一个像这样子的摄影背包，你可以把器材呢都放在里面。你到达定点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的情景应该是你在一个地方呢，你使用一个镜头拍完了之后呢，你突然发现远方的山很漂亮，你想换一个望远镜头，你可能必须要停下来，把背包打开来，更换完镜头再出发。但当然啦，你整个旅行的节奏呢，就会因为这样子而被打断。这一趟旅程对你来说，到底是旅行是比较重要的，跟朋友一起的体验是比较重要的，还是拍照是比较重要的？以我个人而言，对我来说，我出去旅行，其实拍照占我旅行可能80% 甚至更高的部分。那我所有的器材在配置的时候呢，都会以我需要去拍摄什么样的题材为主。但像这种情况，我相信你可能也不需要我推荐，因为你可能自己很清楚你需要拍摄什么样的东西，以及携带什么样的器材。但如果呢，今天你还是希望能够以旅行至少占50%甚至60% 以上的体验，那拍摄呢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的重要。我觉得以轻便、好方便，然后以及看你想要拍摄什么样的题材。以下呢，接下来的内容呢，就是分享给你。当你今天还不是那么确定你想要携带什么样的器材，而且呢，你希望不要太过大程度的去耽搁到你旅行本身的话，那以下是我们针对不同的器材选择面向的一些简单的分享跟推荐。首先，第一个就是焦段。我相信对很多
多新手来说啊，就是对于焦段的概念还没有那么熟悉。那很简单，我们先抓到一个基准值，应该是所有人都会有一台智慧型手机。那大多数的智慧型手机焦段都大概在24到28mm之间，那这个也是我们现代人已经非常习惯的一个焦段。我们看到左边这张照片呢，直接看出去这是一般手机拍摄的照片，它就是一个28mm焦段的画面。那右边这个呢，像这是 iPhone 3倍的镜头，也就是说它把28mm乘以3倍的焦段那就是一个比较望远的镜头。如果你今天在街上随意拍一些东西，或者你拍一些身边，包含你可能要推着行李的手啊，你可能要拍一下桌上的东西啊，其实一个广角焦段镜头会是比较方便的。但当然，如果你希望能够多拍到一些远方的街道，或者你喜欢比较方正一点的就是城市的感觉，你喜欢拍摄比较远一点的东西，你可能会需要一个望远镜头。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选择焦段的时候呢，最常见的一种标准的定焦镜，它的等效焦段呢就是24到70。24就是一个很广角的焦段，70就是一个比较望远的焦段。那当然了，如果配合你，因为我知道这支影片一定会有比较多新手来看，所以我稍微讲的仔细一点点。那如果你已经很熟的话，没关系，这个部分你就听过去就算了。那如果今天你用的系统是 M43 系统，比如说它是 Olympus 或是 Panasonic M43 系统，它需要乘以2倍，所以呢，你的镜头在购买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是往12到35左右这个焦段去做选择。那如果你的相机是 APS 系统的话，如果是 APS 系统相机的话，那它就应该是18到50才会达到2470等效的这个焦段。这个时候有一个很长，还是会有新手提问的问题，就是我今天用了 APS 的专用镜头，还需要去乘焦段吗？是的，即便这个镜头它上面写了 APS 专用，并不代表说你就不需要去换算，它还是需要去换算。这个是一个很常会误会的地方。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用广角20mm拍摄的画面，这是一个很广角的镜头，那可以看到，一般来说画面会有一些微微的变形的感觉，然后这种比较街头快拍感觉的照片呢，这就是用广角镜头可能可以拍出来的，它那个张力感觉跟望远镜头的感觉呢，就会相对来说比较不一样。那如果呢，你今天想要拍摄一些宏伟的室内，比如说这是巴塞隆纳的圣家堂，那你想要拍摄整个穹顶的感觉，那你也需要一个广角镜头。像这个呢，也是一个20mm拍摄出来的效果。比如说你去一些比较郊外的地方，比如说像这是挪威，挪威非常北边的一个地方。那在这个地方拍摄呢，我喜欢拍摄远方的山跟远方的一些渔村就是传统渔村的那些搭建的小房子。那我就需要用一些比较望远的焦段，像这一个焦段呢，就是85mm。如果今天呢，我想要再拍摄更望远一点比如说这是有一年我在加州的海滩拍摄海上冲浪的人，那我在那种钓客的平台上去用非常望远的镜头去拍摄那些冲浪客在冲浪跟那个水面那些波浪质感，然后有很强烈压缩感的影像这个是用200mm去做拍摄的。那我们用同样一个地方来做一个比较，那时候是用尼康的 Z50，像这一个呢焦段刚好它是24mm，然后拍摄东京铁塔的画面。同样的，我换了一颗镜头拍摄比较铁塔顶端比较特写的地方。那像这是一个等效大概差不多100左右的一个焦段拍摄出来的画面，可以比较一下广角镜头跟望远镜头能够带给你的东西呢，其实就像这样子的不一样。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提到第二个东西就是光圈我们光圈跟焦段常常会放在一起谈，因为这个镜头规格上面呢，最直接秀给你看的2个东西。我相信板上最多人推的也是我们频道有介绍过，而且目前我相信它也卖得非常好的一颗镜头。我们就以汤姆龙的28-200 f2.8 到5.6为例这样一颗镜头呢，代表说它在28mm的时候呢，它的光圈呢带有2.8算是一个蛮大的光圈。可是它在200段的话，它的光圈就会掉到5.6左右。一般比较平价的旅游镜就是我们讲光学变焦的倍率比较大的旅游镜呢，大概都会有这个状况，就是它的光圈呢一般不是恒定光圈，就是你随着越来越zoom in，它的光圈会越来越小。以这边我列了一些就是常见的各家的旅游镜。我们讲其实一般的旅游镜标准恒定光圈旅游镜最多就是出现在24-105左右这个焦段。汤姆龙有一颗也是反映很多人很推广的35-150它是 f2 到2.8，也是一个我觉得在旅游上焦段相对来说很方便的一颗镜头。但这个镜头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在选择这些镜头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就是体积跟重量。那35-150呢，我个人觉得它焦段跟光圈都是一个非常方便的镜头，但在旅游的时候呢，我并没有那么推
推荐。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来自于它的重量其实是蛮偏重的。APS 的话呢 ，APS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APS 需要换算哦，所以等效来说呢，其实像汤姆龙之前我们介绍过一颗1770 f2.8，我觉得它是一个相当适合旅行的一个焦段。那当然，如果你需要承载的范围再更广一点的话，你可以再购买更广的变焦镜，比如说富士它自己有推出像18135这个焦段，然后等效乘起来，其实它望远程度就还蛮够的。那我觉得一颗镜头拍摄所有的题材呢，可能都是足够的。当你的变焦的涵盖范围越大的时候呢，同样的它的体积、重量这些东西都会跟着上升。你的涵盖范围越大呢，光圈一般都会越小。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出去旅游，尤其出国旅游的时候啊，你不可能永远都在一个非常好的天气，或者都在白天去做拍摄。一般来说，我们光圈、快门、ISO 这3个参数的互换呢，你知道，当你的光圈不够的时候啊，你就必须要提升 ISO， 或者是你要放慢快门来争取足够的进光量。然后关于这个参数的互换呢，我们在频道已经做过几支影片，但是呢，其实最近还是有些新的观众说，他对于光圈、快门、ISO 这3者的调整不是那么清楚。那我想顺便问一下大家，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参数的换算，就是曝光的基本换算还是没那么清楚，希望我能够再做这影片更详细的讲解的话，你可以在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会看留言的数量来判断我们需不需要再做一支影片，再仔细的跟大家介绍一次。OK， 我们回到正题，这个时候呢怎么办？你可能就会需要一颗比较大光圈一点的，使用大光圈镜头在夜间拍摄，它就会得到比较好的效果，这是肯定的。那再来呢，越短的焦段在夜晚拍摄呢也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呢，这要提到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安全快门。我们先不论防手震能够补足你安全快门的一些问题，我们就以最基本的来说，假设今天你用一个50焦段的镜头，那你最少的快门速度呢，可能要50/1秒会是比较保险的。但是一般我们会多抓，因为我们可能会抓个100/1秒，我们觉得是比较安全的。如果你今天用一个200mm焦段镜头拍摄，你希望拍到一个清晰的画面，不要手震的话，你可能需要快门速度至少200/1秒。那一样，我们讲保险，你可能需要320、400/1秒。会是比较保险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你就需要一颗大光圈的定焦的短焦段的。我们先看一下照片，像以这一张照片来说啊，它是一个白天，你可以看到阳光非常的充沛，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的光圈小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光线很充足，这张的光圈呢可能缩到5.6，缩到8，我的快门速度呢可能都还有500、600/1秒，其实非常的充足，因为光线非常好。相信大家如果有稍微去调整过相机的参数呢，是可以感觉到。所以一般在白天的时候啊，旅游镜多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哦。那问题都发生在什么？都是入夜的时候。比如说这样在札幌街头拍摄下大雪的夜晚，光线非常少，除了路上你可以看到路灯之外呢，没有其他的光源了。这张照片呢，那时候我是使用富士的 X-T2 拍摄，然后使用镜头呢是23mm，那我的光圈呢就是调到 f2哦。那一个 f2的光圈呢，搭配可能1600左右的 ISO， 在夜间呢勉强可以拍到像这样子的影像。这一张全年晚上的照片呢，这张照片呢我是使用35GM f1.4的光圈进行拍摄，那时候天色其实已经很黑了，但是呢，我透过大光圈，我降低一点快门速度，稍微拉高一点 ISO， 我可以在夜间呢不用拉到太高的 ISO， 就可以得到一张很纯净的照片。大光圈然后轻便，然后呢就是焦段不会太长，然后你可以随时拍照。比如说你今天到室内空间拍摄，你拿一个旅游镜，光圈可能也是太小，这个时候啊，你多带一颗大光圈的定焦镜啊，包含你进入到室内、居酒屋、餐厅、夜间、晚上街道，它都是很适合的哦。所以多带一颗大光圈定焦镜，搭配一个旅游镜啊，我觉得算是一个在出国拍摄的时候呢很好的组合。那接下来呢，我们提到重量跟体积的部分。其实重量跟体积啊，我觉得在出国旅游是重要的，尤其是当你今天过去都没有带相机出国旅行习惯的人，你一下子带了很多相机镜头，你买了很多，觉得哦，我也要一次都带出去，我什么都要拍。那出去之后会发现，最后你用到的镜头可能就是那1颗或那2颗，甚至啊，你背了3、4颗镜头，最后都不换镜头。为什么？因为在旅行的过程中，如果今天你的重点是放在旅行，你要去体验很多东西，你可能早上要去环球影城，你可能要做那些游乐设施，然后你可能吃个饭，然后排队什么东西的，你如果还要一直在换镜头的话，其实不管是谁都会是一个负担。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其实一般来说，假设今天把重点放在旅游上面的话，我们觉得一机一镜的搭配呢，算是很重要的。你可能多带一颗镜头，在晚上去做替换呢就好了。那整体的重量呢，在规划的时候呢，我认为啊，
如果今年你是以旅游为重的话，我觉得你的器材配置啊，大概1公斤到1.5公斤以内，其实太重啊，对于你的旅行来说，我觉得就会是一个负担。那如果今天呢，你觉得你很专心想要拍照，你认为拍照对你来说不会是一个太大的负担，你希望多带点东西的话，我也觉得大概2公斤到3公斤之内啊，其实就是一个蛮上限了。因为你越多的行李，越大的重量，其实会越拖慢你的行程哦。就算你其实本来就还蛮能背的，但是假设今天在东京，我今天就讲，你今天从新宿要一路拍到涩谷，你又要上地铁，你要下地铁，你要去走，可能要去走神社，又要去 Shibuya Sky， 你要跑来跑去，你要跑很多地方。其实你背着很重的器材啊，其实就会大幅的降低你的体力。那你能够跑的地方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少。光这样一机镜加起来，多半已经1.2、1.3公斤，你拿起来拍哦都还好，你背一整天就不太好。何况我们刚刚提到了，如果你今天你要考虑到夜景的搭配，你可能多带一颗定焦镜的话，那个重量呢，可能就会直接达到1.5公斤、1.6公斤哦。所以整套 APS 的系统搭配下来，可能会在1公斤以下。那如果你用全片幅的话呢，可能搭配就抓起来就会在1.5公斤左右。这个也是稍微可以去估算一下的。体积来说呢，我觉得我们说全片幅跟 APS 的体积差异很大，我相信不会人有意见了。我们举个例来说好了，我的右手这边呢是那个 Sony 的 A1 配上2470GM Mark II， 我的左手这边呢是 ZV-10 Sony 的 ZV-10搭配 Sigma 的1855，也是 f2.8， 两个账面上等效规格差不多，可是你可以看到体积上啊是差非常的多。除了以上所讲的包含焦段、光圈以及全片幅或 APS 的选择之外呢，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新手在选择出国镜头特别需要去注意的呢？有几个小点哦，我觉得是对我来说蛮有影响的，这边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是操作手感，如果我就用 A74 或 A1 像这样的相机搭配那个2470啊，它是很重的镜头没有错。乍看之下好像我出国选择 ZV-10像这样的相机出国好像是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但我直接老实跟各位讲。如果要携带 ZV-10啊，基本上我给它的功能呢，就会只有录影而已，我不会用它来拍照。为什么我不会用它来拍照？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光圈、快门、ISO 我都喜欢手动去调整的摄影师，所以呢，我很在乎相机的操作上面的转盘足不足够，然后它操作逻辑是不是符合摄影更好一点。那 ZV-10呢，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录影特化的相机，然后算是比较入门款一点。那以我的操作方式来说，因为它只有2个转盘，那我除非买一个拥有光圈环的镜头，不然呢，我其实并没有办法好好操作这台相机。尤其是当我今天不管在街拍，或者说我要做一些快速拍摄反应的时候呢，这样因为它的功能太过于阳春，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好使用。这个问题就跟我其实都不太喜欢用手机拍照，我用手机拍照速度非常的慢，因为手机包含它调曝光，然后它要点那个荧幕，要拉上拉下，要点下面的那个左右，那对我来说速度真的太慢了，所以我没有办法用手机好好去做拍摄。那当然像这样子可能比较入门阳春的相机呢，以我自己的拍摄习惯，我要做街拍其实没有办法的，但这个当然非常看个人。再来就记忆卡，其实啊，我私心还是比较推荐就是可以插 SD 卡的相机，会是一个旅游时候比较方便的相机哦。当然，如果你今天是工作需求，你需要一些快速卡，你可以用那个 CF Express 那些，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今天单纯就旅游这件事情来说啊，在世界各地旅游很常会遇到一个情况，记忆卡不见哦，少带记忆卡，你没有预期自己拍这么多东西。我们可能还好，因为我出去可能会带一个20张卡，这对我来说不是太大的问题。一般人可能家里就2、3张卡，有没有可能忘记带卡？我想非常有可能。那这个时候你的相机是 SD 卡，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到处都买得到。在台湾不用讲，台湾Foodpanda送就，Foodpanda要不要业配一下？再来就是观景窗，我们以这2台相机为例哦，这2台相机一台是有观景窗，一台是没观景窗的。有观景窗的好处是什么？当今天光线比较强的时候啊，你可以透过观景窗去拍摄画面，因为呢，你所看到画面呢都会在观景窗里面，所以你在这样子在拍摄的时候呢，不会受到外面光线的干扰，你还是依然可以好好去做构图跟拍摄。可是当你今天用这种没有观景窗的相机在拍摄的时候呢，它就变成说你完全只能仰赖后面的 LCD。这时候如果光线很强，有些反光的话呢，你可能在构图跟确认曝光上面呢，会稍微比较困难一点点。我们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尼康的 Z30 跟 Z50 跟 Z50 差别在哪里？我看就是那个观景窗，那个观景窗值不值得那个价差？
你就自己斟酌一下。加上观景窗，价格会上升，然后呢，体积会变大，重量会变重，那值不值得就见仁见智。再就翻转萤幕，现在相机多半新的都会有翻转萤幕啦，我还是觉得翻转萤幕在旅行的时候拍照也是很方便有时候呢，比如说今天比如说你去京都清水寺，人非常的多，你想越过大家头顶拍摄的话，你就是手可以举起来，用翻转萤幕去做拍摄，当然还是比较方便一点点的。最后就是虽然说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很多人可能家里会不止一个系统，然后觉得出国的时候呢，我可不可以富士带一颗定焦镜，我Sony带一颗定焦镜，我两台出国。其实出国我觉得越是出国，其实你的器材集中在同一家会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因为包含电池的通用，包含一些配件的通用。你如果带了各家的，你电池就要带很多份，充电器要带很多份，其实准备起来会是比较复杂的。其实我一直都认为出国旅游的器材能够越精简越好。最后呢，到了我们今天的总结大家说不定就是只想听总结而已。来，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就分成几类。如果今天是以旅游为主的话呢，然后呢，你的照片呢，其实呢，你主要是放在 IG 上面。我们讲真的，然后我们凭良心讲，拍照功能好的手机，其实可以代替你的广角端镜头。比如说举个例好了，你可以带一台 iPhone 14，然后呢，再带一个，比如说像 A74，或者是你今天带任何一家的全片幅相机，你配个28-200，汤姆龙28-200，是不是其实它就可以涵盖你大部分阶段跟拍摄了？那这时候你一个侧背包，你就可以放入一台相机，不管是 APS 或全片幅的，然后配一颗旅游镜，然后呢，你就可以涵盖几乎所有的拍摄焦段了，非常的方便。晚上的时候呢，你用手机拍其实也是可以的手机拿稳一点。现在手机的夜景功能其实也是蛮厉害的，当然可能在室内也许会稍微吃力一点点当然这就是看你的斟酌。再来，你要稍微提升一点，你希望画质再更好一点你希望就是晚上夜景可以再更加强一点着重在于画质以及提升夜景的话呢，我自己的推荐，你可以选择，比如说像刚讲过的，比如说一台 GR3，搭配着一个像 A74配上24-105这样的焦段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旅游不错的组合。或者是比如说你今天用 APS， 像尼控，假设Z50好了 ，Z50 有2颗变焦的搭配的 kit 的镜，比如说1650跟50-250这2颗镜头。再配上一个28f2.8，等效大概也是30几、40几左右的这个焦段，那它是 f2.8的夜景，在拍摄的时候呢，效果可能更好。其实我私心希望能够再更大光圈一点可是这要看预算。那以 Canon 来说，如果带 R10的话呢，R10现在有那个18-150那颗就是比较旅游型的变焦镜，你再带一颗24-1.8，我觉得就是一个还蛮不错的组合。如果以 Sony 来说的话呢，因为 Sony 假设就用 A73、A74 的话呢，我觉得带一颗35-1.8，配上24-105，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组合。那富士来说，刚提过，富士我很推荐1770这一颗汤姆龙的变焦镜。如果你没有变焦镜的话，这颗镜头我觉得应该算是旅游的时候还蛮好用的。然后你可以配合晚上呢，你再带一个等效35的f1.4的镜头。那当然啦，我觉得你可以选23或35就是等效35或50，看你的喜好。因为我觉得你今天用富士，你可能在拍摄上有很多想法，说不定你喜欢50一点点，那可能可以带35-1.4，就是等效50-1.4。我觉得夜景使用呢，可能也会很不错。那就是这2颗，可能23或35，我也许啦，我以我的立场，我可能会选一颗，或是2颗都带，因为这2颗体积我觉得也不是太大。你富士整套系统带起来呢，可能切面度也还蛮够的，所以我觉得弹性再多一点点。最近因为我们有介绍过 Sony 的20-70，所以我觉得 A74搭配20-70，配上70-200，再加上一个35-1.8，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组合。然后基本上夜景跟日景基本上所有的类型，像你今天如果去富士山那边拍摄，你在比较河口湖那边，你要带到湖景，然后你可以用20-70，然后用20的超广，然后搭配湖景拍摄富士山。那你在城镇中你要拍摄压缩感，城镇跟富士山的话，你可以用70-200去拍摄压缩感。这上面的交错加上夜景的时候，你可以用35-1.8。我觉得整体搭配起来我自己会蛮推荐这个组合的。当然，如果你预算超级高你也可以用35-1.4 GN 配上20-70 GN2 配上70-200GN2 绝对满足你的需求。说健身的需求。